针对中国又惹火俄罗斯，日本这回真要摊上大事了，或把自己逼上绝路。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此前早就有消息传出，美国、日本和荷兰三国已经完成了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的限制措施谈判，所以今年的G7会议刚过，日本政府就正式公布了限制措施，将从7月开始限制23种关键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这些芯片涉及到汽车到洗衣机各种产品，影响甚至可能要比美国禁令还要广泛。根据日本公布的措施，未来这些尖端半导体设备将只能向友好国家4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其他出口均需要特殊批准。虽然日方坚持这些举措并不是在针对中国，法案也没有将中国列入特定的出口管制对象中，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日本跟随美国对中国光刻机进口实施的新一轮制裁，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对于日方的此次行为，中方代表也发表了评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日方公布的措施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的利益，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因此，中方也将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来维护我国企业正当的合法权益。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前脚才刚对中国出手，后脚又把枪口对准了俄罗斯。据相关报道显示，日本宣布再次加码单独制裁俄罗斯，不仅冻结了俄罗斯将近1000个人的个人资产，还对超过350个企业和组织进行了出口限制。更过分的是，日本还对俄罗斯生产的儿童玩具和一切与俄相关的事物都予以进入到制裁的行列。毋庸置疑，俄罗斯对此自然是非常恼火的。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发出警告，日本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日本要彻底与俄罗斯为敌，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正在评估来自日本的制裁，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反击。可以预见，一旦俄罗斯找到日本的弱点，势必会让日本感到非常痛苦。毕竟，日本在经济上对俄罗斯有着很大的依赖。综上所述，不得不说，日本现在仗着自己有美国的支持，已经变得越来越猖狂了。竟然敢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动手，真的是胆大妄为。要知道，日本做出这样的危险动作，可能会把自己逼上绝路，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好欺负的，不可能吃下这个哑巴亏。而反击一旦开始，日本就真的要摊上大事了。就算背后有美国撑腰，也于事无补。毕竟美国眼下自身都已经难保了，又能够给日本什么呢？相信日本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